胜，终于平安归来了！快，随我出营。芸娘，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夫君一路风尘仆仆，辛苦了。这位姑娘是？这是渊娘。夫人，渊娘怀了我的孩子。我们李家9代单出传，你我成婚3年，膝下至今无一儿半女，无后为大，你应该是懂的。侯爷，都是渊娘不好，让姐姐伤心了。姐姐若是不容我还是走吧。你怀着我李家的骨血，谁敢让你走？渊娘是江湖女子，与旁人不同，她宁可独自带着孩子行走江湖，也不愿意进侯府做小。看在你这么久辛苦操劳下，事已至此，你自请下堂吧，算我对不住你。她尚未过儿赛之年，其出之无子的条件根本不成立。婆母过世时，我披麻戴孝处理了她的身后事，这便属于3不追之首。李时安让我自请下堂而非休妻，分明自知没有休妻我的理由。我凭什么要做下堂妇，去过那人闲狗厌的日子，成全你们恩爱美满？夫君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你说你无后为大，可是夫君，你分明已经有了9子7女，这整整16个孩子，你都不打算认了吗？王景欢，你失心疯了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侯爷，姐姐她是不是受了刺激？说什么16个孩子？我怎么会胡说呢？夫君在外征战辛苦，我身为当家主母，自然要为夫君打理好后院。孩子们都进来见过你们的父亲。爹爹，你终于回来了！爹爹不要我们了吗？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？父亲可以不认我们，但不能不认母亲。母亲宽仁慈厚，教导我们读书识字，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别碰我！起开！王启欢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我何时有这么多孩子？你休想随便找些不知哪里来的野种栽赃到我头上！夫君怎么能这般说自己的骨肉？夫君真是贵人多忘事。这大少爷是你的第1个通房丫鬟所生，当年他被你赶去庄子前，其实已经有了身孕。你第1次出征前，婆母为了让你留后，又特意安排了一个丫鬟服侍你。这2少爷便是那丫鬟拼死生下的，还有他们这3小姐、4少爷，这些可都是你这些年留在外面的风流债啊！我怕他们在外面受苦，好心将他们一一寻回，养在膝下。我处处为你着想，你今日却为了一个外面的女人要将我休妻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侯爷说他只有我一个，侯爷你骗我！我没有，渊娘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夫君若是还不信，不如让各位妹妹们亲自来与你分说分说。你们是谁？侯爷，您难道不认得妾身了吗？老夫人在世时，妾身曾在她身边伺候，后来老夫人将妾身给了您，成了您第1个通房。您出征前还夸妾身的腰最软呢。方氏，侯爷与夫人大婚前夕，曾偷偷去过红秀园找妾身。您当时说成亲后定会好好待夫人，所以要趁着成亲前最后潇洒一场。后来妾身赎了生，夫人不计前嫌收留我，还将我收养的女儿认作养女。夫人这般大度，侯爷怎能辜负？这都是年少轻狂。侯爷出征前，老夫人为了让您留后，特意让我服侍您。您出征后，哪怕我没能为您生下1儿半女，夫人也给了我名分，待我如同亲姐妹。夫人不仅打理侯府，还要照顾我们这一大家子。侯爷，您不能没有良心啊！疯了，这府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这1年在外刀头舔血，王姐忽然再给我建了个后宫。夫人最是心善大度，为了侯爷，什么委屈都能咽下。就是，连皇上都亲口赞誉过咱们夫人是贤良淑德的典范。我自然要贤惠，只有把你们这些烂账全都翻到明面上，他李时安才不敢动我正妻的位置。至于那个什么冤娘，侯爷，冤娘，冤娘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和孩子都在府里，这都是王景欢背着我搞出来的。侯爷，你不必多说，是冤娘福薄，配不上侯爷。我走。别走！别走！夫人真是太惨了，都被欺负到这份上了，还要为了侯爷的名声委曲求全。走，你想一想，在你如说话，等我被休了或者死了，再来做正室夫人，都没门儿。既然来了，就得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待着。京宁侯府已经没落，大伯一家看不上我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夫君莫说丧气话，你苦读兵书，努力习武，此番去求剿匪的差事，定能马到神成。我李世安此生绝不负你。至少那一刻，我愿意相信他倾注的深情俱是真心。可笑，他不仅带回了功勋，还带回来一个真爱。冤娘妹妹不必走，
就安心在府里住下吧，吃穿用度自然都有人伺候。这稳婆和奶娘我都得提前做好安排。女子生产如同鬼门关走一遭，可是万万马虎不得的。这主母看着温温柔柔，手段却如此了得。真要是进了后院，我岂不是任她揉捏？不行，我绝不能留在府里。侯爷不必担心，我可以自己在外面租一间院子，再买一个丫鬟陪着我就行了。我绝不给姐姐添麻烦。这是江湖女人，别欺负我没见识。听了我意思，不就是要宅子，要下人去管，要财帛吗？想拿着李时安的钱在外面快活，做梦！妹妹这是说哪里的话？你肚子里怀的可是侯爷的骨肉，怎么能流落在外呢？对啊，月娘，你现在是双身子，一个人住在外面，我也不放心。府里什么也不缺，你留在府里有人照顾，我也能天天去看你。是啊，妹妹，你看这府里如此多的姐妹，平日里大家一起打个叶子牌，赏个花，多热闹！你一个人在外面多孤单啊！只要我一个人住在外面，放任侯爷独自在这美人堆里过夜，不出3天，他恐怕连我是谁都忘了。那月娘就听侯爷和姐姐的安排。太好了，夫人，那就劳烦你赶紧给元娘安排一处清幽的院子，再挑几个机灵的下人伺候，定叫夫君和渊姨娘满意。姨娘，我堂堂真爱，竟然被他轻描淡写的定成了妾室。妹妹先进去坐会儿，我这就安排下人给你将地方收拾出来，你好安心休养。从此，她便只是渊姨娘，是这后宅高墙里无数金丝雀中的一只。我倒要看看李时安对她这所谓的真爱，能在这深宅大院的柴米油盐和莺莺燕燕中维持多久。侯爷，您这一去宫宴，不知要多晚才能回来。妾身肚子里的孩子刚才踢我了，他定是想父亲了。今晚是宫中大宴，本侯如何能不去？你乖乖在府里养胎，我若得了空，回来便去芙蓉院看你。侯爷可要说话算话。夫人，本侯先走一步，你在后面慢慢跟上。夫人，咱们要追上去吗？不必，城内纵马有违规矩，让他自己去疯吧。您可算来了，有劳刘莹姑娘亲自相迎，真是折煞我了。侯夫人哪里话？皇后娘娘近来凤体刚上，食欲不好，宫里的御膳换着花样做，娘娘愣是一口吃不下。独独念着上回您进献的桂花酒酿，说是惦记那一口清甜。皇后娘娘喜欢我的手艺，便是我的荣幸。这一瓮酒娘早已备好，今日特意带了来，打算厚着脸皮呈与皇后娘娘呢。侯夫人有心了，刚刚好，在这吃人的深宫里朝堂，人情可是最好的护身符。娘娘正在殿中相候，快请随我来。好，有劳刘莹姑娘引路。锦欢来了，快坐下，让本宫看看你近日可好？你酿酒的技术可是越来越好了啊！谢皇后娘娘挂念，臣妇一切都好。娘娘要是喜欢，下次还酿。那就好，那我可得等着了。好了，宴会已经开始了，快去吧。臣妇告退。恭喜侯爷剿匪成功，侯爷果真是年轻有为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李时安剿匪有功，我这做夫人的自然也跟着沾光。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夫人，这份风光我受得起。夫人，侯爷今日在席上被众人敬酒，实在喝得太多了。侯爷怎么喝得这般醉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扶他上车，当心风口吹了头疼。喝了这么多，这味道可真刺鼻。明明是同一张脸，怎么如今看着竟只觉得面目可憎？夫人，只要你我同心协力，必能让静宁侯府重现昔日荣光。夫君，我信你。我李时安发誓，此生永不负你。月娘，好酒。才过了3年而已，3年。夫人，出哈事了，您不要紧吧？没事儿，打死了一只蚊子。皮糙肉厚，竟连山肿。蚊子真多。小心点，手都抬稳了。
夫人，是否直接把侯爷抬进主院安息？分别1年，她带回个怀孕的外室，我还得伺候她。我这贤良妇的招牌，难道要靠人恶心来维持？等一下，夫人，侯爷近半年来，每次醉酒都会头痛欲裂，若无妾室在一旁为他推拿按头，侯爷是绝睡不阿时的。真是瞌睡了有人递枕头。原来如此，那渊姨娘便跟着一起来主院吧。夫君既然习惯了你的推拿，今夜便劳烦你在主院的榻旁为夫君按按头。不过你还怀着身孕，可千万别累着自己，若是伤了胎气，夫君醒来定要怪我这做主府的照顾周到。谁要去你的主院伺候他一整夜，还捞不到好处？夫人，妾身想带侯爷回芙蓉院照料，芙蓉院里的熏香对侯爷的头疼最是管用。既然渊姨娘这般用心，那便依你吧。来人，好生将侯爷送到芙蓉院去，切莫颠簸了。是，夫人。你们小心点儿，慢着点儿。关门，今日谁也不许扰我清梦。是。哎呦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手气如此之臭，10把竟赢不了1把。方姐姐，谁让你昨日去庙里没多拜拜菩萨？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我方才让厨房炖了冰糖燕窝粥，侯爷此刻正在演武场练武，正需进补，我这便给他送去。去，把方姨娘给侯爷送燕蛙的事儿，第一时间不小心透露给渊姨娘听。奴婢明白。侯爷，累坏了吧？妾身给你炖了点喝的，你快歇歇。好你个狐妹子，趁我不在，竟敢勾引侯爷！是贱妾僭越了，妾本是奴仆，承蒙老夫人看中，把我赐给侯爷，生下长子怀儿。即便遭了厌弃，贱妾也不该惹冤娘妹妹生气。你闹什么？方氏好歹是怀儿的生母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侯爷别怪妹妹，贱妾还要回去看看怀儿的书读得如何，便不打扰侯爷和姨娘妹妹了。我与你同去看看怀儿。夫人，您是没看见渊姨娘那张脸瞬间就沉了下来，青灰青灰的，就好像刚从灶堂里抹了把锅底灰。这点道行就受不住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来人啊！侯爷救命！渊姨娘肚子疼得厉害，腹中的孩儿快是不好了。我过去看看。方阳，你且歇歇吧。嘿，不要脸的下作东西！侯爷，夫人，柳姨娘那边有动静了。贱妾给夫人请安。免礼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夫人，贱妾是来谢恩的。贱妾自小被卖入青楼，虽后来自己赎了身，但命如草芥。若非夫人大发慈悲，同意留下贱妾收养的那个女娃娃，我们母女如今怕是已饿死街头。那也是看你们可怜。不管如何，只要夫人一句话，柳儿愿为夫人遭前马后，万死不辞。快起来吧，我不过是给了你们母女一个容身之作。夫人宽厚，但贱妾不能白吃府里的饭。这几日，渊姨娘仗着肚子里的这块肉，把侯爷死死拴在芙蓉院，嚣张至极。论伺候男人勾人魂魄的手段，10个芸娘也比不过贱妾。夫人若是不弃，这只拦路虎便交由贱妾去收拾吧。既然你有这份心，那便去试试吧。记住，侯府的规矩，别闹出人命就行。贱妾遵命，定不让夫人失望。渊姨娘到！渊姨娘给夫人请安。起来吧，看坐。夫人，不是我不懂规矩，不知道早早的来向您敬茶，而是我怀着身孕，又是初来乍到，还有些水土不服。侯爷心疼我，非不让我早起。直到今日身子好些，我立刻就来向夫人请安了。渊姨娘身子不爽利，就不必来向我请安了。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当好好相处。这府里
子嗣最是重要。哎呦，咱们夫人就是大度，冤娘妹妹，你可得好好护着肚子，别辜负了侯爷和夫人的心疼啊。夫人，我还有事，便先告辞了。大度，这些年不过是学会了一个道理，知道什么最重要罢了。步步筹谋，只求富贵。我一点也不想和女人争风吃醋，只想解决掉争风吃醋的源头。大爷，你快看看我的肚子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诊脉！要是冤娘和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本侯要你的命！侯爷息怒，冤姨娘只是受了些惊吓，胎相稳固，并无大碍。下官开几副安药，静养几日便好。冤娘，都是我不好，刚才不跟你大声说话。若是刚才你撞在柜子上出了事，我万死难辞其咎。侯爷，妾身刚才真的好害怕，以为要失去我们的孩子了。听说冤姨娘动了胎气，可是真的？冤娘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夫人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侯爷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听说冤姨娘险些小产，我身为当家主母，怎能不来探望？若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向列祖列宗交代？冤姨娘，你可得好好养着身子啊，平时走路也要多加小心，别仗着年轻就横冲直撞，一定要争取给咱们府里添个十少爷。十少爷，他居然已经有9个儿子了，他还骗我说我是他最在意的人，那些庶子难道都是地里长出来的吗？多谢夫人关怀，妾身定会小心的。夫君，你也累坏了吧？刚从剿匪的死人堆里回来，又要为内宅之事操心，我特意让厨房炖了上好的燕窝粥，你和冤姨娘多吃一点，补补身子。原来夫人这般好，多谢夫人，让你费心了。那就不打扰夫君和冤姨娘休息了。你的原配夫人可真是温柔贤惠啊！你是不是心里还有她，还惦记着你们的结发之情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对你的心意天地可见，你到底要我如何保证才能相信？常言道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。我没名没分跟着你的时候，你待我体贴入微，如今我成了你的妾，你就烦我了。刚才还差点连我们的孩子都没有保住。好冤娘，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，差点失手害了你和孩子。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别伤了身子。走吧。是。夫人，国舅夫人过寿，送来了请帖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告诉他们这次宴会还是只带1人去。夫人，上次您去赴宴带的是方姐姐，上次是别人，这回总该轮到我了吧？出门在外，我当几年慎行，在夫人身边好生伺候着，绝不给咱们侯府丢一点脸面。你一边去！我已经有大半年没陪夫人去赴宴过了，都带腻了。谁叫你在别人家宴席上贪吃，净给夫人丢脸？夫人，还是带我去吧。他们在乎的哪里是赴宴，分明是我回来后打赏的金银珠宝。只要给足利益，这后宅的女人便全是我手中的刀。你们成何体统？堂堂侯府，竟像个市井菜市场！侯爷今日怎么有空来主院？有何贵干？侯爷有所不知，国舅府请帖要邀请我赴寿宴，诸位妹妹都想陪我去，可是名额有限，人实在太多了，我正愁着该带谁去赴宴才好。冤娘初来京城，人生地不熟，夫人就带她去吧，也好让她多认识一些达官贵人的家眷，见见世面。多出一个冤娘，他们就少了一个发财出风头的机会。侯爷，这可使不得啊！冤姨娘现在可是心怀6甲，咱们府里的金疙瘩，万一在外面人多眼杂，被哪家不知轻重的小姐少子磕碰了怎么办？这外面确实人多，难以照顾周全。是啊，侯爷，冤娘妹妹是头胎，年纪又小，根本不懂得轻重，万一吃错了一口茶，或者闻错了什么香，那可都是要命的。就是，赴宴那是去应酬，又不是去享福的，还要规规矩矩的站着，万现了肚子里的10代眼，谁担待得起？咱们侯家容不得半点闪失。侯爷三思。本想让冤娘全力帮我，可这些年话也确实说的句句在理。夫君，妹妹们说的对，什么都比不过子嗣重要，还是让冤姨娘待在府中好生养胎吧。可是冤娘她向来爱热闹，若是知道去不成，怕是又要伤心。这有何难？等她生完孩子出了月子，咱们就在府里大摆筵席，为孩子庆祝满月。到那时，满月宴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全权交由冤姨娘来做主。夫君觉得如何？全权做主，前提是她能活到那一天。夫人此计甚妙，既保全了身子，又给了冤妈体面。夫人果真是最懂事理的，就按夫人的意思办。
夫人，子欣脚下。月姨娘是个聪明人，她知道自己没有子嗣，唯有依附于我，才能在这侯府里活下去。咱们进去吧。景欢啊，我昨儿个进宫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在我面前可是一个劲儿的夸你呢。哦，皇后娘娘竟会提起臣妇，娘娘夸你贤惠能干，还说你亲手酿的桂花酒酿比那御膳房的御厨做都要好喝100倍。皇后娘娘真是谬赞了，不过是从小跟着母亲学1岁前学手熟耳罢了。娘娘能喜欢，那是我们整个侯府的福气。这一次我又多酿了一些，除了送进宫里孝敬娘娘的，我还特意给封在年龄里分配好的。那我可真是有口福了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过几日我便派人去侯府取。景欢何时与国舅夫人关系如此亲厚了？连皇后娘娘都对她赞赏有加。李时安，你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如果不是我苦心经营这满城的权富人脉，你那破绽百出的仕途，真以为能这般一帆风顺吗？还是月妹妹有福气，得了夫人这么好的赏赐。这珍珠颗颗都有小指头大呢。方姐姐就别羡慕了，之前夫人赏了您一对极品暖玉镯子，那水头，咱们哪个姐妹不眼红？那是，夫人大方，那是没得说的。难道夫人不疼您？前阵子不是还赏过你一幅名画吗？等这些话传到冤娘耳朵里的时候，不知道她会是个什么表情。想必又要砸碎几个茶碟了吧？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叽叽喳喳的成何体统？出去，都出去！妾身告退。这些女人可真够大方的啊！这一戒珍珠值多少银子？不过是些小玩意儿，赏给妹妹们玩乐罢了。小玩意儿？你嫁过来的时候嫁妆总共不超过4000两，哪来那么多银钱打赏？你是不是动了宫中的钱？是不是想败光我们静宁侯府的家底？夫君就是这样看待我的吗？我是没有多少嫁妆，也就只有2间亏损的铺子。可自从我换了掌柜和伙计，日夜操劳筹谋，如今已是生意兴盛，日进斗金。但打赏府里的妹妹们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更何况，若不是我持家有道赚来这些银两，夫君在外结交同僚，上下打点的那些花销又从何而来？难道指望侯府那点微薄的俸劳吗？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提醒你节俭些，都是你的错，惹我动怒。对了，你前些日子进宫和国舅夫人的关系很好吗？我从前并不善于人情往来，可自从嫁给你这个薄情郎，我便逼着自己去学了，必定有所图谋。谈不上有多好，但也算说得上话。怎么了？是这样，我有一部下，此次随我剿匪时，不幸英勇牺牲了。国舅也举荐一二，便能为他谋个官职，也算是我对牺牲弟兄一点弥补。这1年来，我步步为营，射旁充其音，没想到他自己迫不及待地送上门来。夫君体恤下辖，妾身明白。但既是读书人，让他来年正常参加春闱便是。若真有真才实学，皇上定会量才录用。他是我的部下，他的家属理当被优待。若能得国舅爷一句话举荐，又何须让他再去辛苦苛刻？这是我给部下家属的恩典。不对劲，夫君息怒。既然夫君如此看重这位部下的弟弟，妾身明日便厚着脸皮去国舅府走一趟便是。这就对了，夫人贤良，我替那死去的弟兄多谢你了。你想照顾牺牲木下的家属，大可给地方官府修书一封，请他们代为关照。可你居然要直接为一个小小的捕下家属求官，甚至不惜拉下脸来找我帮忙。夫人，老奴派人去查了侯爷口中那个牺牲部下的弟弟，不出夫人所料，那人根本不是什么烈属，正是后院那个外室冤娘的亲弟弟。我早该猜到，他这般费尽心思，不过是为了博美人一笑，拿侯府的人脉去填外室的无底洞。夫人，侯爷如此负您，甚至带回那等下作女子，您其实有无数次机会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毒暗杀，除掉这对狗男女，为何要如此隐忍，甚至还要帮他们求官？杀他们容易，但是在李时安死后呢？静宁侯府除了他，再也没有第二个能撑起门楣之人。一旦他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侯府必将衰落，这便意味着我现有的荣华富贵将会大打折扣。我步步为营，筹谋了1年之久。我要保住我作为侯府夫人的尊荣。我要么等李时安再立一功，死在任上，我顺理成章成为诰命夫人；要么就是我自己大义灭亲，立下救国大功。因为我太了解李时安了，他虽是武将，绝不是英勇无畏之人。他可以上阵杀敌，但冲在最前面的永远不会是他。他从不打无把握之话，这次剿匪，他能如此迅速的立功归来，甚至迫不及待的给外室的弟弟谋官，这其中必定有足以让他万劫不复的猫腻。夫君，昨日你交代的事情，我已经遣人给国舅府递了话，国舅夫人答应帮这个忙了。好，夫人办事果然稳妥，辛苦夫人了。夫君满意就好，
妾身还有府务要处理，先告退了。这是妾身亲手酿的桂花酒酿，想着夫人爱这口，便送来给夫人尝尝。静宁侯夫人今日这般神色，笑容勉强，愁眉不展，可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？让夫人见笑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夫君昨日声称有一个牺牲的部下，其弟读书多年，想谋个官身，他让我来求夫人，求国舅爷举荐一二。先说出来，绝不是为了拿这事来为难夫人。既然不是为了求官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我派人去查了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部下的弟弟，而是他新带回府的那个妾室的亲弟弟。自是不能让他们如愿，拿朝廷的官爵去填私欲。静宁侯夫人的贤廉，皇上都亲口赞誉过，向来宽容大度，这回怎么委屈上了？我也就是在你面前才敢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。我实在担心，将来整个侯府都会受到他的牵连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更何况是他李时安负我在先。你且宽心，在所有的外命事中，皇后娘娘最看重你，也最心疼你，凡事有娘娘给你做主。这是给了我一颗定心丸啊！国舅夫人谨慎，若无确切消息，绝不会如此示好，说明上面已经在暗查李时安了。这把悬在侯府头顶的利刃，终于要落下了。多谢国舅夫人。不就是京兆运衙门里一个小小的文书吗？那王景欢办事如此不尽心，我要是侯府的当家夫人，求来个起码也得是个五品官。国舅爷爷能安排个文书已经不错了，等日后我在立新宫，定给你弟弟谋个大钱。侯爷，陈副将派人来问，说军中几个弟兄约了喝酒，问您今日是否和弟兄们一起聚聚？好，是否请各位将军到府里来吃酒？就到府里来，你去叫人准备最好的酒菜。今夜我要与弟兄们不醉不归。侯爷，这次剿匪多亏了您运筹帷幄，来，末将敬您，也敬夫人一杯。对，敬夫人，夫人跟着侯爷吃苦了。夫人，酒席散了。陈副将若不是侯爷果断喝醉是说。还有，那个黑脸千兵提到，说当时本该在西山口设伏，但侯爷为了护着渊儿，故意拖延了半日，导致前锋营死伤惨重。回夫人，渊娘听了这些话，还笑着说：“死几个大头兵算什么？侯爷高兴最重要。”前锋贻误战机，导致死伤惨重。李时安，很多重要的超斩的死所，往往就藏在这些支离名碎的细节里。李时安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夫人，求夫人为老奴做主啊！管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老奴的小儿起来说话。没了，一尸两命啊！什么？前几日我见他还好好的，怎么会？是侯爷宫中设宴那日，侯爷当街骑快马，生生把老奴那怀着6甲的儿媳撞飞了出去，他连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打马回了府。夫人，老奴在侯府干了一辈子，是看着侯爷长大的，可他对下人的命视若草芥。老奴知道夫人这1年来在府里的筹谋，老奴都动若黄火。老奴这条老命，甘愿做夫人手里最快的刀。您的痛我感同身受，您放心，我绝不让您儿媳妇白死，这公道我替您讨。夫人，老奴在京城管家圈子里打听到了一个惊天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有人揭发侯爷在边关杀良冒功，皇上已经秘密派人在查了。杀良冒功，这是抄家灭门的诛戮大罪。若是属实，李时安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可我是他的正室夫人，一旦罪名坐实，整个晋宁侯府100多口人覆灭，我也得跟着陪葬。夫人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若是真朝之下，焉有完鱼啊！管家，此事千万不可声张，我们必须抢在皇上发落之前，找到一条生路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既然他要把整个侯府拖下地狱，那就别怪我大义灭亲，弃了他。夫人，这是城南那间绸缎庄5成利润的契书，景欢的一点心意，只求您一句准话。你是个通透的，我也不瞒你，李时安没有杀良冒功，但他抢了另一位年轻将领的功劳，更要命的是，还因此贻误了战绩。他只要不是杀了香露屋，也算是保住了。不过呢，厉侯爷的事情应该差不多查清了，皇上还没处置他，可能是顾及三军士气。景欢啊，你要尽早做出决断了。多谢夫人提点，景欢心中已有计较。哟，这不是静宁侯夫人吗？真是天下奇闻，哪个大户人家的夫人会带着下人来告自己的男人？瞎掺和什么？您这下官实在是不好办啊！这前堂乱哄哄的，下官已经命人备了茶，不如请夫人去后堂稍歇。大人不必顾忌我，原告击鼓，大人只管升堂问案，我能理解。世间之事，便是一把双刃剑。从前我维持着贤明，让他不能轻易凶我，可是现在
我心中自有公理，我自会大义灭亲。王启欢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王启欢，你疯了吗？你竟然带着这狗奴才来告我，知不知道这会让靖宁侯府颜面扫地？我要休了你！哎呦，侯爷息怒，侯爷息怒！西区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何必闹到公堂之上呢？夫人也是一时糊涂。京兆尹大人此言差矣。管家在侯府服盛多年，他们父子有天大的冤屈，这是一尸两命的人命官司，不是深宅大院里的小打小闹。我亲自陪同来府衙申冤，不偏不倚，只求京兆使大人能给他们一个公平公正的决断。倘若夫君要因为我维护公理而休我，只能说明夫君不辨善位，视人命如草芥。若真是如此，恳请大人判我们夫妻一决。你不可理喻，简直是反了你了！好，你要大义灭亲是吧？我成全。拿着你的休书，滚出靖宁侯府！多谢侯爷成全。想凭一纸休书就打发我，休想！我要在全京城百姓面前亲手把你的面踩进泥里。今日击鼓，状告靖宁侯李时安无故休妻，宠妾灭亲。快让开！怎么来这么多人？哎呦，全是些女眷和娃娃。不枉我这一年费尽心血请人教养，关键时刻这些孩子没掉链子。你们跑来干什么？快滚回去！我家夫人贤惠善良，把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和流落在外的孩子都找回府里，好吃好喝的养着。我们都是被侯爷始乱终弃的可怜人，这些孩子也都是他不要的野种啊！求大人为我家夫人做主，家夫人主！嘿，什么靖宁侯分明这个皇帝性格陈世美，人家正是人帮他养私生子，他还休妻，简直不是人！肃静！经查，李王氏对侯府有攻欺坑通，既有本官宣布休书无效。至于管家父子状告侯爷纵马撞人一案，案情复杂，本官决定择日再审。退堂。这个结果在这里被判刑，他不能真的被定罪，否则会影响我今后的富贵。你们就先带孩子们回府吧。是，夫人。夫人今日大恩，老奴父子结草衔环，没齿难忘。快起来，这本就是我该做的。管家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。这几日您就在家里好好料理后事，多陪陪小孙子。夫人，府里如今一团乱，老奴这就跟您回靖宁侯府，替您镇着那帮下人。不用，你留在家里，府里的事我自有决断。你此时回去反而不妥。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们留在这儿最安全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好好说。冤娘的弟弟来府里找侯爷，不知怎的，两人在书房发生了争执，然后才人听到动静冲进去时，侯爷已经断气了。那个弟弟手里正握着一把带血的刀呢，现在已经被拿住扭送大牢了。夫人，救命啊！你先去书房等我，我稍后来。是。那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们从小相依为命，我最了解他了。他胆子那么小，绝对不会杀人，更不会杀死侯爷。夫人，求求您救救他吧！您在京兆使面前说得上话的，求您去替他求求情啊！夫人，我其实根本不想入府的，是侯爷强占了我的身子，硬把我跟弟带回京城。我从来都无意和您相争，我只求我弟弟平安啊！强占，无意相争。当初仗着肚子里那块肉在府里耀武扬威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嘴脸。这番自保的说辞，骗过去吧。至于你与李时安之间的所谓真相究竟如何，我早就不关心，才刚刚开始。侯爷遇刺，这是京兆忍该查的案子，我一介妇道人家，无能为力。说吧。奴婢刚下了药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袁姨娘的弟弟突然闯了进去，他似乎是来要钱的，和侯爷发生了激烈争执，竟然一刀把侯爷捅死了，竟然被他抢了血，真是个意外之喜。很好，死在谁手里不重要，传我的话，封锁府门，就说侯爷遇刺，立刻准备丧服。李时安，你这颗随时会爆炸的棋子终于被拔出了，现在该我来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了。侯夫人，皇上和皇后娘娘正在御书房等您，请随奴才来。启禀皇上，先夫程复志从军多年，为国尽忠，如今他惨死家中，膝下子嗣皆年幼，实在是担不起保家卫国的重担了。臣妇恳请朝廷将李家军编入其他营中，或者就地解散，让将士们解甲归田。靖宁侯夫人贤良淑德，大公无私，实属难。谢皇上恩典。兵权交了，靖宁侯府上下百余口人和那些无辜实现无辜的军士，终于保住了。
娘娘让我给夫人带句话。姑娘请讲。娘娘说您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。聪明？姑娘谬赞了，我哪里是什么聪明人？我不过是被逼到了绝路，刀架在脖子上，不得不聪明罢了。涉嫌杀害朝廷官员，即日问斩。渊娘的弟弟被判刑后，他也在某个夜晚悄悄走了。哎呀，这把不算，刚才风大，吹得我眼晕，看错了牌。我有事，我先走一步。方姐姐，你少来这一套，输了就想赖账，门都没有，快给钱！这一大家子哟，吵得人头疼。我这到底是守寡，还是给自己纳了一群妾？夫人，你快来管管方姐姐，她又想赖我的钱。来了。哎，夫人我可真是太忙了。